大家好，今晚又出發啦。今次我哋嘅目的地係巴塞隆拿。咁辦好 check in 手續之後，我哋就上去 lounge 坐下。我哋今次坐嘅卡塔航空，佢個 lounge 就比其他航空公司嘅 lounge 好好多，起碼食物比較豐富啲。而今次我哋坐嘅飛機就係卡塔爾航空。佢被選為呢幾年嘅最佳航空公司。由於我都係第一次坐呢間航空公司，所以我哋就上機睇下究竟佢嘅服務質素係點樣。首先我哋上咗機之後，所有員工嘅服務都尚算不錯，好熱情，同埋食物亦都相當高水準。經過差唔多10小時之後，瞓醒一覺，我哋就去到多哈啦，隨即轉機去目的地巴塞隆拿。而多哈國際機場同埋佢個貴賓室係非常之大同靚，我哋下一次返嚟嗰時再詳細嘅講下。咁我哋落咗機之後就坐的士去到我哋今日入住嘅酒店 Eurostar Hotel， 響郵輪碼頭旁邊。辦好晒 check in 手續之後，我哋上去睇下我哋間房啦。咁上到嚟呢，佢嘅裝修各方面都算相當豪華。咁我哋入房睇下啦，一眼咧睇到佢就係佢哋有一個好大嘅行李室或者更衣室。響酒店嚟講，真係有咁大嘅更衣室算係好好啊！而家新起嘅酒店不可能有。好啦，跟住我哋再行過啲睇下，佢一個浴室，佢係有雙洗面盆，旁邊有一個單人 size 嘅浴缸啦。咁跟住再隔籬咧就係一個淋浴嘅地方啦。佢喺呢度好特別嘅，除咗基本嘅設施之外咧，有花灑啦，又有瀑布式嘅花灑，仲有一個就係噴射式嘅按摩噴嘴，相當特別啊。而隔籬就係一般好少見嘅雙式廁所啦，設備都算相當豪華。咁跟住行翻出嚟咧，我哋就見到間房啦。呢間房嘅原來雙床係黐埋一齊，同雙人床冇乜分別咯。咁啊，呢間房都好夠大嘅，但明顯係舊式噶啦，連 USB 插頭都冇。咁咧佢有個露台嘅，行出去可以睇下海景咯。而呢間酒店嘅上邊咧係一個吊車，可以直接嚟到呢間酒店響景區嗰度。咁跟住我哋就行上去睇下其他嘅設備啦。咁啊，上到嚟有個健身房啦，都算齊全啦。跟住冇耐我哋就行出去出邊搵啲嘢食下啦。呢個就係哥倫布廣場，係紀念哥倫布航海嗰時候嘅嘢。咁跟住我哋就喺一間本地餐廳度食啲海鮮飯啦，同埋啲 pasta 嗰類嘅嘢。翻嚟之後就發現有一架大郵輪泊咗我哋側邊，係 Virgin 號，唔係我哋嗰架。好啦，一宿無話到第二朝之後，我哋就一早起身上去樓上睇下佢。天氣咁熱，可唔可以游下水啦？上到嚟天台之後就發覺，因為近海咧，所以睇日出就非常之靚。咁跟住我哋就揾下個泳池。由於太早咧，個泳池仲未開，但泳池真係夠細啊，同啲遊輪上邊嘅泳池差唔多。泊咗喺度呢架遊輪咧都好靚好大啊！好啦，跟住我哋落去就食個香檳早餐啦。呢個早餐除咗個香檳之外啦，其他食品睇落都相當豐富，好多水果啊、沙律啊、沙拉米啊、ham 啊，多款嘅各式芝士啦，各式各樣都有，仲有好多種果汁，鮮榨嘅果汁俾你去揀。而菜方面咧都有成7、8款，有啲煙肉腸仔啦、炒蛋啊、煎蛋、茄汁豆嗰啲。再過嚟呢邊咧就好多嗰啲
Danish 啊、croissant 啊嗰類嘅包點同埋一啲甜點啦，都相當豐富啊。好啦，咁跟住我哋就食飽之後就過去碼頭嗰邊上船，準備去我哋嘅地中海郵輪啦。如果各位想睇翻有關郵輪嘅嘢咧，你就睇翻呢段影片。咁好快又過完我哋7日難忘嘅郵輪啦，翻到嚟巴塞隆拿，咁我哋就今次入住當地嘅 Intercontinental 酒店。呢間酒店好新，開咗冇幾耐，而且睇佢設備啊各方面都好新淨好靚啊。由於未夠鐘 check in， 所以我哋就放低行李之後就趕出去睇下巴塞隆拿嘅著名景點 Sagrada Familia 聖家堂大教堂，起咗100年都未起完嘅藝術大教堂。呢度咧令到我呢個對古蹟古董冇乜興趣嘅人都慕名而來參觀一下。當你入到去之後，你會發覺哇，裏面真係錯綜複雜、美輪美奐，而係不規則嘅建築風格。佢全部係以不規則嘅線條嚟建築嘅，因為佢個建築師高第話，直線係屬於人類嘅，曲線屬於上帝嘅，入邊基本上冇乜直線可言。安東尼高第咧係當時一個天才橫溢嘅建築師，佢係以不守規則嘅建築風格見稱。但到直至1926年佢死嗰時，聖家堂都起唔到一半，一直到而家都未能完工。除此之外，我哋都要去睇下佢嘅米拉之家 Casa Mila。呢間係佢當時為一個有錢佬而起咗一座古靈精怪嘅大廈。佢嘅抽象形態同埋不羈嘅風格。跟住我哋去睇另外一間當代嘅建築物 Casa Batlló。呢間建築物咧就係攞一把劍插住一條龍兒，唔知係咪根據我哋嘅《倚天屠龍記》改。跟住我哋就行翻出嚟呢個 shopping 大道，一路行翻去酒店。辦好check in之後，我哋就上去間房度睇下。開咗門之後就見到一個唔算特別大嘅浴室同廁所啦，但總算都乾濕分明。而呢邊有另外一個浴缸，設備上算齊全。咁跟住我哋入房睇下啦，佢呢間房咧有對門隔住同個浴室隔住，比較私隱性高啲。咁入嚟咧兩張床都相當大小適中，而且分隔得比較開少少，瞓得比較大家舒服一啲。咁其他書台啦，有個 mini bar， 有咖啡壺有食。由於我哋唔住得好高層，所以個景觀又唔係特別開揚。而呢個吧台亦都算齊全，有咖啡機，有級數，有 mini bar， 而且佢話飲品都可以免費嘅，都 OK。而其他茶包或者咖啡 capsule 啊，嗰啲各方面都相當充足。咁而且酒店亦都好客氣咁送咗啲 welcome 蛋糕同埋一支香檳俾我哋，真係多謝晒啊！而且好有心，仲用手寫一張賀卡俾我哋，好有誠意啊！衷心感謝。由於呢間酒店建築於響半山之上，雖然佢間大廈唔算好高，得嗰7層高，但我哋上到天台之後呢，都仲係見到成個巴塞隆拿嘅全市嘅景色，算係十分開揚啊！咁呢個頂樓呢係一個餐廳嚟嘅，咁你亦都可以坐呢度飲杯嘢，咁然後睇下夕陽西下嘅美景。而且呢度亦都可以睇到後邊一帶嘅景色。個泳池真係好似好細，兼且好似個魚缸咁樣，我唔使游。健身室亦都好細。跟住我哋出去行下，就喺一間本地餐廳食咗佢哋嘅 tapas 同埋一
出名嘅 Paella 海鮮飯，同埋飲個杯西班牙特飲。第二朝起身之後，我哋就出去佢個 Park Grill 公園嗰度去參觀一下啦。呢個公園嘅建築風格承傳咗佢當時嘅不規則而帶有點自然感嘅建築風格。可能呢啲就係叫做識就係藝術，唔識就係廢墟。呢個公園亦都係遊客同本地人一個消閒嘅地方。由於佢位處高山，所以佢一眼就可以望到成個巴塞隆拿嘅海岸線。跟住我哋就一路行落去，有一個好大嘅沙池。呢個沙池內除咗可以俾你喺度玩啊睇下景觀之外，佢仲有另外一個好有用嘅功能。而我哋行落嚟之後，見到啲好大型嘅柱好多，咁去支撐住樓上嘅沙池。原來呢啲柱咧係通心，所以我哋承接咗經過沙嘅過濾嘅雨水之後，流住落去做灌溉。呢個的確係非常之好嘅設計，而當時嚟講咧，更加就係好先進。咁跟住我哋就行咗之後，好耐就開始行翻落去佢大門口出去啦。咁我哋就見到一隻好似類似又好似蜥蜴或者係蠄蟝嘅嘢。呢隻咧就係呢度巴塞隆拿個吉祥物啦。呢個公園好值得嚟行下。好啦，跟住我哋行翻落去就見到一個叫做西班牙廣場嘅，佢係巴塞隆拿一個重要嘅廣場，係1929年嘅世界博覽會場地，現時嘅國家藝術博物館。而夜晚有一個好靚嘅七彩噴泉。跟住我哋就走咗蘭布拉大道，佢係市中心一條熱鬧非凡嘅街道，全長1200米中， La Bou Area 博蓋拉市場最為出名，入邊有好多肉類啊、海鮮咁賣，而我哋亦都喺度食飽咗個晚餐啦。咁我哋就返酒店休息，聽日準備去新一個卡塔爾嘅多哈，不容錯過。拜拜。